今天讲一部美国恐怖片《食人猫大报复》，一共是3个关于猫咪的故事。一开始是一个作家刚写完自己的著作，准备去这个出版商大哥家给他看看行不行。一进门就看到了大哥养的猫，作家眼里满是害怕，因为他这回写的这个小说就是关于猫的。不过大哥告诉他没事，这个猫呢不挠人，温顺的很。随后作家跟大哥聊起了小说里的几个故事，画面一转来到了第一个故事，是一个爱猫的富豪老太，她呢已经是风烛残年了，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觉得是时候立下遗嘱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女仆呢没有眼力劲儿，看到老太和律师正在商量遗嘱的事儿，她还走了过来，便遭到了老太的呵斥，被打发去喂猫了。其实女仆这块呢对老太的财产觊觎已久了。女仆走后，老太跟律师商量起了遗嘱的事儿，律师呢也是头一回碰到这种请求。老太想把她的遗产全部留给自己的猫，因为她呢没有子女，只有一个侄子。然而老太并不想让她继承自己的遗产，律师呢尊重了老太的意愿，准备了2份文件，老太一份自己一份，完事就离开了。但是途中碰见了女仆，又折返回去告诉老太将文件锁进保险箱里，密码就在老太的日记本里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女仆趁律师不在，偷走了他包里的那个遗嘱文件。过后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，跟一个男人见面了。这个男人呢就是老太的侄子。侄子看到遗嘱上写的内容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竟然1分钱都没有留给自己，直接给撕了。完事侄子问了女仆一个问题，你想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呢？啥意思的？撺掇着女仆将老太手里的那份遗嘱偷过来，给他销毁了。这东西一销毁等老太一死，这遗嘱呢自然就是侄子的了。画面一转，女仆就趁老太睡觉的时候，悄摸的来到了她房间，拿出了日记本，打开了保险柜。但就在这时候，一个猫咪好巧不巧扑到了老太身上，给这老太就给弄醒了。老太将女仆拦了下来，见老太想要报警，女仆也是直接将计就计，将电话摔在了地上，然后拿起枕头跟老太说，对不起这都是你侄子的计划。随后就将老太捂死了。这一切都让旁边的猫咪尽收眼底你就看这眼神吧。随后呢，大批的猫咪涌入房间，女仆这块呢刚想捡起遗嘱，不料直接被旁边的猫咪挠了一下。这猫呢不想让他拿，你一拿我就挠你，给这女仆呢整得有点害怕了，也顾不上遗嘱了，又悄摸的下了楼，打算离开。但是后边的猫咪呢紧追不舍，直接一个个的扑到了女仆身上，不断的撕咬着她，挠她。好在只是一点皮外伤，女仆呢就急忙躲进了一个房间里，用椅子挡住了门。这一躲就是一连好几天。女仆这块呢食物水啥的也都吃没了，她心想自己这食物水啥的都吃没了，那么猫们呢连续饿了好几天了，战斗力肯定是不行了，估计跳都跳不起来了。女仆呢就拿着刀抱着侥幸心理走了出去。等到2楼老太房间这么一看呢，吓坏了。这猫呢啃食老太的尸体呢，吃的就剩骨头夹子了，给这女仆害怕的下楼一个不小心摔了下去，这么一倒地呢可就完犊子了。猫咪一个接一个的向女主扑来，同时呢电话也响了，律师打过来的，见没人接呢，律师就有点放心不下老太，就叫上警察呢来到了老太家。等进去这么一看呢，吓坏了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女仆的尸体，其中有一个警察来到了2楼，刚一进门，有个猫呢就把门给关上了。这时候又蹦过来一只猫，直接咬住了警察的脖子。律师他们听到动静后赶了过来，不过警察呢早已没了呼吸，而猫咪们还在啃食老太的身体。回到作家这边，大哥一听这就是你说的食猫的故事吗？那只是猫咪饿了而已迫不得已了。你要说它吃活人，那才叫可怕。而且你呢，把这猫写的也太邪恶了吧。与此同时呢，大哥家这个白猫呢，来到了外面，周围呢也来了一群猫。这个白猫呢，好像就是在跟他们通风报信似的。这个作家说咱怎么不好的。接着作家这块又开始讲起了自己写的第2个故事。小美的父母呢，在一场飞机事故中不幸去世，只剩下一只黑猫陪伴着她。福利院将她送到了姨妈家。姨妈一家虽然对小美并不熟悉，而且呢姨妈还有洁癖，不喜欢将小动物养在家里，但看在她父母的面子上，还是答应照顾她了。猫呢也同意放家里养了。其中在整理物品的时候，姨妈注意到了小美收藏了一堆这个乱七八糟的魔法书。姨妈觉得这种书呢不利于小孩身心健康，姨妈想把它扔掉，但是小美说呢这是妈妈的遗物，不能扔。看到这份上，姨妈呢也就没有多管。但是姨妈的女儿翠花呢对小美的到来感到不满，觉得自己的亲情被剥夺了，尤其是看到父母对小美的宽容，甚至允许她养猫，而自己却不能养。翠花呢就嫉妒小美和黑猫的关系，于是呢强行将猫抢了过来。但黑猫呢并不喜欢它。翠花心想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拥有。为了赶走黑猫，翠花想尽办法琢磨小美。有一次呢，翠花看见小美在外面正在和黑猫玩耍，便拿出了遥控飞机操控它向小美飞去，导致其摔倒了，沾了满身的泥，然后又在父母面前谎称是黑猫弄的。过后等俩人回屋以后，夫妻俩就商量起来了，打
算给这个黑猫呢弄走，送到宠物医院安乐死。于是呢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黑猫去了。醒来后的小美焦急的寻找着黑猫，翠花走出来告诉她，黑猫呢已经被送往宠物医院了，准备给它安乐死。听到这一消息后，小美悲痛欲绝的回到了屋。等到了傍晚，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就是黑猫回来了，跳到了她床上，打开了魔法书，示意小美呢用这个来报复翠花。于是她在地上画出了一个五角星法阵，而恰巧此时翠花闯了进来。这时候小美故意告诉翠花说，你呢千万不要进入这个圈里面，不然你会出不去的。这么一说呀，立马勾起了翠花的好奇心。翠花呢就走了进去，起初还是没事的，但小美念完这一段话后，翠花呢就出不去了。而且随着小美念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翠花的身体也在不断的缩小着，最后直接变成了一个小手办。此刻黑猫在她眼里已变成庞然大物，追逐中她用铅笔刺伤黑猫自保。随后翠花哭着向小美祈求，希望她能将自己变回去。而就在这时候，姨妈回来了，听见脚步声后的小美在姨妈进来之前毫不犹豫的直接踩死了翠花，然后继续回到主线。大哥听到了猫咪在抓门的声音，作家告诉他呢不要开门，可大哥不听，却打开了门。作家认为猫咪时刻都在监视着咱们。随后作家又讲起了第三个故事，女演员大美在拍戏的时候，由于丈夫大壮操控道具失误，导致她不幸身亡。而导演在发现大美死亡后，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投资方，可对方并不在意，也不着急，就跟这个导演说呢，再找一个能够替代大美的演员。而大壮这边呢，也没有表现出难过，还向导演推荐了一位女演员丽莎来代替大美拍戏。原来大壮早已背叛了大美，跟这个丽莎呢相爱很久了，当天就把丽莎请到了自己家里。时间来到半夜，两人在睡觉的时候被一阵声音吵醒了，原来是大美生前养的小橘猫生崽了。由于大壮呢不想养太多的猫了，就直接给他这一窝小猫扔了出去。过后大壮在拍戏的时候，小橘猫潜入了拍摄现场，咬断了道具上的绳索，差点让大壮丧命。大壮回到家后试图杀死小橘猫，但小橘猫呢非常敏捷，根本抓不到，什么捕兽夹呀，各种各样的陷阱等等等都没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丽莎在演技上的不足逐渐暴露，再加上小橘猫的干扰，她接连出错。如果不是大壮帮忙求情，投资方早就换掉她了。之后为了教丽莎如何表现出恐惧感，大壮决定亲自表演给她看。然而当丽莎表演的时候，小橘猫突然跳出关上了道具，导致丽莎呢死于道具事故。大壮愤怒的想要砍死小橘猫，但投机不成18米，最终被小橘猫咬掉了舌头而身亡。要说的呢也说完了，作家就打算走，临走前还不忘记告诉大哥，让他时刻对猫保持警惕。然而刚走出去没多久的作家很快就被猫蹲上了，在猫咪一个接一个的围攻下，作家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不幸身亡。最后大哥在猫咪的注视下，将作家送来的东西都给烧毁了。电影到此结束。这电影呢是70年代的了，我感觉这里面的3个故事呢都是因果报应，你不伤害他，他能伤害你吗？当然除了作家这个情况。